有缘人，您来了。我是慧真居士，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日与诸位大德共论龙脉之事，实乃天时地利。频道多年研习易经、阴阳宅大全等古籍，深知龙脉对一方水土人文之重要。龙脉乃大地之气脉，山川之灵韵。古人云：龙行千里，气贯九州。龙脉不仅关乎一地风水，更与民生安康息息相关。然而近些年来，不当开发致使诸多龙脉遭受破坏，其后果令人痛心。且听频道细细道来。斩断龙脉会有何等后果？其一，必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。龙脉所在必有灵秀之气，一旦遭斩，山川破碎，水系紊乱，草木凋零。譬如某地平整山头建商场，不出3年，当地连遭暴雨袭击，水土流失严重，商铺业绩惨淡，最终无人问津。其二，影响一方百姓福祉。龙脉乃地气之根本，关乎民生康泰。古德云：龙行处，必有福地。若斩龙脉，轻则百业不兴，重则灾祸频仍。贫道曾见某城市未建高速，强行穿山而过，致使当地多年连遭天灾，百姓生计艰难。其三，破坏风水大格局。龙脉连接山川，牵动四方，一处被斩，影响千里。犹记得某省未建大型工程，不顾龙脉走向，结果不仅工程年年出问题，更影响周边数县发展。至于两广龙脉被斩断最多，实有其深层缘由。首先，两广自古商贾云集，开发强度大，现代化建设中为追求短期利益，常有急功近利之举，不惜毁山填海。贫道每思及此，不禁扼腕。那些昔日灵秀之地，如今已。其次，两广滨海，山水交汇，龙脉密布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，龙脉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。然而，正因龙脉众多，反被忽视其重要性，致使破坏更甚。再者，两广气候特殊，常年多雨，一些不当开发导致水土流失，进一步加剧了龙脉受损。贫道曾实地考察，发现不少地方因此出现地质灾害，令人扼腕。为何说怕出现人中龙造反？此话大有深意。龙脉蕴含天地之气，关乎人心向背。若一方龙脉被毁，民心一生怨气，社会风气日下，终至动荡。古人诚不欺我，福地福人居，保地生贤才，断龙脉则人杰凋零，岂不令人忧虑？贫道见多了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破坏龙脉的案例，有的地方为建高楼广厦，削平龙脉要害；有的为开采矿产，挖断龙脉根基；更有甚者，为求表面繁华，罔顾龙脉走向，建设不当。凡此种种，无不令贫道扼腕叹息。说到现代商业运用龙脉，不得不提几个经典案例。湘江维多利亚港，风水格局天下闻名，背靠太平山，面朝维港，正是背山面水的绝佳风水宝地。岂料当年因方建设时，竟不经意践行了中华风水之道，难怪湘江多年繁华不衰。近年来，不少商业巨头也都十分重视龙脉选址，比如某知名连锁企业，他们的总部大楼选址必定要符合前朱雀、后玄武、左青龙、右白虎的风水格局。果不其然，这些年来生意蒸蒸日上，可见龙脉之道古今皆验。再说某著名地产商，每建新楼盘，必先请风水大师勘察龙脉走向。譬如在某省会城市，他们放弃了城中心的黄金地段，反而选择了城南一处依山而建的位置。外人不解，殊不知此处有龙脉经过，更是暗山朝岸，蕴藏无限生机。开盘不到半月便告售罄，实在令人叹服。然而诸位也莫要以为认准龙脉就万事大吉，选址用龙也要讲究方法。其一，要懂得寻龙点穴之法。龙脉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地势起伏绵延。贫道常说，真龙行处，必有生气。观察时要细心留意地势走向、山川形态，更要注意水流方向。
若遇明堂朝岸之地，必是风水宝地。其二，需把握藏风聚气之道，龙脉所在必须有适当屏障，以免气散。好比某企业总部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恰似太师椅之形，故而生意兴隆。但若选在四面开阔之地，则如同风筝断线，再好的龙脉也难以聚气。其三，要明白趋吉避凶之理，即便找到龙脉，也要避开反弓、煞白虎、朝向等凶相。贫道见过太多因贪图便宜选在煞位上的商铺，结果生意惨淡，屡换东家。说到利弊化解之法，贫道有几点心得与诸位分享。若遇龙脉受损，可在附近设立水池或假山，以助聚气。譬如某商场因马路切断龙脉，后在门前建造喷泉水井，竟使人气回升，可见水为财源，此话不虚。如遇不良朝向，可借助园林布局化解。好比某酒店因建筑方位略有偏差，后在前方植树成林，又在一侧设立假山，终得改善。这便是所谓无巧不成书，讲究因地制宜。倘若周边建筑影响龙脉，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可在室内设计上做文章，如设置流水盆景、悬挂山水画作，皆能起到聚气安神之效。贫道便知一家公司通过这般布置，竟使业绩蒸蒸日上。诸位且记住，龙脉之道重在平衡，切莫因小失大，更不可因噎废食，则只用龙，既要考虑风水，也要权衡实际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贫道今天要讲一个关于明朝两广斩龙的惊心动魄的故事。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朝廷派遣钦差大臣南下两广巡查，此人精通堪舆之术。一日夜半，他忽见空中异象，有黑气腾腾直冲云霄。钦差掐指一算，惊呼不好，原来此处竟有一条恶龙之脉正在孕育。这恶龙与寻常龙脉大不相同，寻常龙脉走向平缓，气势温和，滋养一方水土，而这恶龙之脉走势怪异，时而如刀，时而如剑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条恶龙竟然生出了七煞之气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钦差连夜修书800里加急，直达京城。奏折中写道：两广之地，地势险要，民风彪悍，尽管恶龙之脉若任其发展，必生反骨之人，此辈若得恶龙之助，必成祸乱之源。嘉靖皇帝看罢奏折，龙颜大怒，立即下旨着令钦差即刻处置，以免后患。这位钦差大人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深谙天地阴阳、五行生克之理。他发现这条恶龙之脉竟有9处要害，若不一一破除，便难以断绝其气。只见钦差先在恶龙之首布下五雷正法，又在龙身各处设下镇煞法坛，最后他选在月黑风高之夜，掐准子时施展斩龙秘术。轰隆隆，天空中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整整7749天，两广之地都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。待到第50天清晨，钦差再观天象，发现恶龙之气已然消散。此事后来被民间传为佳话。老一辈人常说，宁可断恶龙，不留祸根株。这哪里是什么伤天害理，分明是替天行道。若是任由恶龙肆虐，那才是真正的祸事呢。贫道听闻，当时在两广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个山村因为恶龙之气影响，年年出现异象，村中竟连续出了7个面相凶恶的孩童，人称七煞童子。这些孩子天生力大无穷，性情暴戾，若不是及时发现恶龙之脉并将其斩断，这些孩子长大后还不知会酿成什么祸事呢。所以说，斩龙不是儿戏，更不是不分青红皂白。古人深知宁可错杀3000，不可放过一个的道理，对付恶龙就得当机立断。这也是为何两广地区被斩断的龙脉最多的原因之一。而今细细思量，这哪里是在残害风水，分明是在除恶务尽。就像治病要用猛药，扶正必先驱邪，斩断恶龙之脉，实则是为两广百姓除害。
这才是真正的顺天应人啊。贫道常说，龙脉有善恶，风水分吉凶，不是所有的龙脉都值得保留。若遇恶龙作祟，该斩则斩，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。首先要说的是，并非所有异常的龙脉都是恶龙。贫道曾遇一处奇特龙脉，走势四之字形，当地人误以为是煞气，欲将其破坏。经贫道详细勘察，发现此脉石为文人龙，历来孕育文人雅士，乃是难得的风水宝地。如何分辨善恶龙脉？贫道总结了5看3察1感应之法。第一，看形，善龙行走如游龙戏水，柔中带刚；恶龙之势如毒蛇吐信，凶煞逼人。第二，看势，善龙走势绵延起伏，气势连绵；恶龙行走条头无序，忽断忽续。第三，看相，善龙必有暗山朝暗，互为呼应；恶龙逆行乱窜，违背自然之理。第四，看水，善龙必有生水环绕，源远流长；恶龙或无水护佑，或有死水缠绕。第五，看气，善龙之气温润如玉，令人心旷神怡；恶龙之气阴寒逼人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三察则是察山川形势，察水流走向，察地气通达。至于一感应，那就要靠修行者的根基了。贫道每遇龙脉，必先静心凝神，以心御气，感应其善恶。这般功夫非一日之功啊。再说两广龙脉被斩之事，其实古人斩龙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矩。其一，必须确认是恶龙之脉，不可误伤善龙。当年在广西某地，有方士误将文人龙误认作恶龙欲斩之，幸得高人及时阻止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其二，斩龙必须择时而行，要选在天时地利人和之际，否则反受其害。曾有方士不顾时令，强行施法，结果反被恶龙之气所伤，郁郁而终。其三，斩龙之后必须安抚地气，这就好比医生动手术，不能只管切除，还要做好术后调理，否则地气紊乱，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祸患。说起这安抚地气的方法，贫道且给诸位细细道来。首先要在斩龙之处布下5行聚气阵，使地气重新归于平和。其次，要在周围种植合适的树木，既可化解煞气，又能培育新的生气。最后还要设立镇地碑，用以安定地脉。贫道曾在粤东一带见过这样一座镇地碑，上书天地合德，龙气永镇8字，据说是当年斩龙后所立，至今仍发挥着安定地气的作用。关于两广的龙脉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，那就是并非所有被斩断的龙脉都是永久性的，有些龙脉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，竟能重新生长。这就像是一棵大树，就算被砍断，只要根系尚在，终有一日会抽出新芽。要知道，龙脉之道不只是关乎风水，更是一种处世智慧。现代人虽不一定懂得勘察龙脉，但若能领会其中精髓，依然可以趋吉避凶，改善运势。贫道常跟求学者说，龙脉之道，实则生活之道。且听贫道为诸位细细道来。首先说说居家择址。现代人买房虽然选择有限，但仍可以用龙脉的原理来择居。比如前明后暗之说，在现代就是要选择客厅朝向采光好，而卧室可以相对阴凉的户型。山环水抱的原则，现代可以理解为有靠山、有水系的地方藏风聚气的道理，如今也适用。选房时要避开风口，比如建筑物之间形成的狭窜风道，或是四面楼口的位置。再说经商择铺，古人重视龙脉，今人更要懂得选址之道。门前要有生气，也就是人流量要充足，但不要太过嘈杂。后有靠山，比如要有实力较强的商圈作为依托，两侧要平衡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偏不倚之道。说到办公室布局，更要讲究案台要方正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位要整齐划一，走道要顺畅，这就是现代办公环境讲究的动线规划。采光要充足，这就是现代人讲究的健康办公环境。
对于那些担心住处有不好风水的朋友，频道也有几个化解之法。若是房前有尖角对冲，可在窗台摆放绿植以化解；若是房后有高楼压制，可在室内悬挂山水化作平衡；若是卫生间在中央，可通过合理布局和勤通风化解。最重要的是心态。频道常说，心正则气正，气正则运转。就算遇到些许不如意，只要心存善念，保持正气，往往能化险为夷。说到底，风水龙脉之道，归根结底就是天人合一的智慧。现代人虽然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，但只要懂得顺应自然，尊重规律，一样可以趋吉避凶。最后，频道要告诫诸位，切莫因为追求风水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真正的风水是要讲究天地人三者和谐，若是为了一己之私破坏自然环境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